不被流量定义的演员之路，许多演员都在争分夺秒地追逐曝光，制造话题，绑定 CP， 仿佛只有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然而，在这股喧嚣的浪潮中，却有一个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他不争不抢，不制造绯闻，也不刻意迎合流量规则，他用最传统、最笨拙，却也最扎实的方式——演技，来为自己开辟一条路。他就是王浩真。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他，往往不是因为热搜，而是在某一部短剧中，被他一个眼神、一段沉默的情绪击中。那种不刻意、不夸张，却极具穿透力的表演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有人说，他像一首古诗里走出来的人，温润却带着距离感。也有人说，他是那种看一眼就忘不了的演员，却偏偏很难在热搜榜上看到他的名字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，而恰恰是因为他太坚持自己的节奏。在一个人人都在被看见的时代，他却更在意被记住。这种选择看似逆流而行，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珍贵。王浩真的演艺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出生于1993年，从专业院校毕业后踏入影视行业。最初的几年，他和许多演员一样，从配角开始，一点点积累经验。那些并不耀眼的角色，却成为他打磨演技的最佳舞台。在早期作品中，他就展现出一种难得的稳定感。无论戏份多少，他总能让角色活起来，而不是成为剧情的工具人。这种对角色的尊重，也逐渐让观众开始记住他。后来，他转向短剧领域，这一决定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看好。毕竟短剧节奏快，周期短，很多人认为难以沉淀真正的演技。但王浩真却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短剧同样可以成为演员成长的土壤。他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一步接一步地拍，一点一点地进步。从最初的尝试到逐渐成为男主角，他走了整整10年。这10年没有爆红的捷径，只有不断重复的拍摄、修正和突破。而正是这种慢慢积累，让他的表演越来越有层次，也越来越有说服力。不可否认，王浩真的外形条件十分出众，高挑的身材，清晰的轮廓，再加上一种沉稳内敛的气质，使他在古装和现代剧中都极具辨识度。穿上古装，他仿佛是画中人，带着冷峻与威严；换上西装，又变成克制而疏离的都市精英。但真正让观众留下来的，并不是外表，而是他对角色的理解与表达。他的表演很少依赖夸张的动作或台词，而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、呼吸节奏和情绪递进来完成。这种减法式的演技，在短剧这种高节奏的形式中，反而显得更加珍贵。尤其是在情感戏中，他往往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仅凭一个停顿或一个眼神，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波动。甜的时候温柔克制，虐的时候压抑隐忍，这种层次感使他的角色更接近真实的人，而不是标签化的人设。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霸总或古装美男的框架里，而是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从甜宠到虐恋，从现代到古装，他都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。这种不依赖标签的选择，也让他的演艺之路更加长远。在短剧行业，热度往往意味着资源与机会。许多演员通过频繁更新动态、制造话题，甚至刻意炒作感情线，迅速积累人气。而王浩真却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些路径。他的社交平台更新频率不高，内容也大多围绕作品本身，没有刻意的互动，也没有刻意的人设包装。拍完一部戏，他就像消失了一样，把时间重新交还给生活与下一部作品。这种选择带来的直接结果，就是热度始终差那么一点。他有实力，有作品，有观众缘，却始终没有冲到行业最顶端的位置。很多人替他惋惜，
认为如果他稍微多一点营销，或许早已成为短剧一格。但换一个角度看，这种低调也让他避开了许多风险。在一个舆论瞬息万变的环境中，过度曝光往往伴随着更高的不确定性，而他稳定干净的形象使他在观众心中建立了一种长期的信任感。他或许没有最快的速度，但他走得足够稳，这种稳正是很多流量型成功所缺乏的。第5章，作品说话才是最长久的热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观众是通过作品偶然发现王浩真的，也许是刷到一段片段，也许是在推荐列表中点开一部剧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，最终成为长期关注的观众。这种慢热式走红虽然不如爆红来得迅猛，却更具持续性。因为观众留下来的原因不是短暂的话题，而是稳定的品质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无论是深情角色还是复杂的权谋人物，他都能赋予角色独特的灵魂。他不会简单的复制成功经验，而是在每一个新角色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。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新鲜感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观众群体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高粘性的特征。他们或许人数不算最多，但却愿意反复观看，主动分享，并持续关注他的每一部新作。在一个内容快速消费的时代，这种被反复观看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认可。回看王浩真的整个发展路径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种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力量。他所坚持的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努力工作，而是一种对表演本质近乎执着的专注。在一个被算法、流量和话题牵引的时代，大多数人都在不断调整自己，以迎合观众的即时喜好，而他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，把时间花在角色理解、情绪打磨以及细节表达上。这种看似慢半拍的节奏，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的自我掌控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坚持从来不是被动的隐忍，而是一种清醒而理性的判断。他清楚地知道，短暂的曝光可以迅速带来关注，却未必能留下真正的认可，而扎实的作品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沉淀，却能在观众心中形成持久的记忆。因此，他选择用一部部作品去累积信任，而不是用话题去交换热度。这种路径虽然艰难，却更接近演员这个身份最本真的价值。或许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中，他还未站上所谓的顶峰，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，他其实早已走在一条更稳定、更具延展性的轨道上。当行业的浮躁逐渐被淘汰，当观众开始重新审视内容本身时，那些真正具备实力与耐心的人往往会迎来更具爆发力的时刻。而他的爆发一旦到来，很可能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甚至焦虑情绪蔓延的娱乐生态中，它的存在像一种反向提醒，成功从来不只有单一标准。有人选择速度，有人选择深度，有人追逐光芒，有人积蓄能量。而王浩真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更内敛却更持久的力量，不喧哗，自有声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因为一部作品而记住一个低调却真实的演员，那么或许你已经感受到这种慢慢被打动的力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如今以流量为主导的娱乐行业中，你更支持哪一种演员？是积极曝光、快速走红的流量型，还是像王浩真这样低调打磨演技、用作品说话的实力派？你认为未来的娱乐行业应该更重视哪一种价值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也感谢你的每一次观看与支持。